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印度媒体对比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无人机，认为呢，巴方有中国的帮助，从而在无人机领域领先印度10年。据印度《欧亚时报》网站报道，目前呢，巴基斯坦既装备了国产的无人机，又从国外采购了一批先进的无人机，因此在空中机巡这个领域，巴基斯坦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日前，巴基斯坦自己研发的布拉克无人机呢，于2015年亮相。该机的技术是基于中国的彩虹3，而彩虹3呢，它的技术非常成熟。除了巴基斯坦购买引运之外呢，一些非洲国家也采购了这种又便宜又好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巴基斯坦空军曾经在某次阅兵式上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他用3架中国的彩虹3无人机组成编队，从空中通过卷月台上空。这个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无人机大国美国、以色列都没有做到的。因为无人机的编队飞行本身技术比较复杂，而又让他们参加阅兵，那个难度就更大了。但是巴基斯坦就敢这么干，说明基于中国彩虹3无人机技术所开发的国产无人机可靠性、安全性以及它的控制能力都非常好。那么巴萨尔呢？那是巴基斯坦研发的另外一种国产战术无人机，该机能够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巡航飞行，并且拥有超过7个小时的续航能力。这款无人机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呢，和印度目前配备的国产无人机相比，能力要强悍得多。目前呢，巴基斯坦还有一支顶级进口无人机的部队，它的机型包括意大利的法尔科、中国的彩虹4和美国的 RQ7无人机。其中，彩虹4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无人机，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和美国的死神无人机呢基本相当，而美国的死神无人机现在依然是它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体系中的主力机型。相比于印度，可以说巴基斯坦装备无人机的时间比较早，使用经验呢也更为丰富。当然，面对巴基斯坦的竞争，印度也没闲着，他已经从美国采购了2架海上卫士无人机，同时呢还在求购30架 MQ-9B 无人驾驶的攻击机。因为海上卫士无人机虽然它的原始平台是美国的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印度采购的时候，美国并没有向它提供相应的打击能力，它只是作为一款纯粹的海上侦察机来使用的。由于它缺乏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现在呢才急于求购 MQ-9B 这款具备侦察和攻击能力的先进无人机平台。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在无人机的攻击技术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大概有着10来年的技术差距，这也凸显了印度在这方面的重大不足。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印度所采取的对策2个方向齐头并进。一个方向呢是向拥有相应的先进无人机技术的国家大肆采购，它的来源主要是2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曾经向印度大量出口过无人驾驶侦察机，而美国呢是具备研发大量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国家。但是美国的出口是有限制的，不是它的铁哥们儿，像普使者、死神这样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是不会卖的。目前能够有幸买到美国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国家，英国是一个，西班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欧洲这些国家，要想买美国的死神，目前呢还很难做到，因为美国是把这款无人机作为它一个重要的军事筹码来使用的，轻易呢不会出口，因为它要保守自己的核心秘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呢不得不开辟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自己研制。那么它研制成功了没有呢？从报道上看，它研制过几款个头比较大的，据说拥有
察打一体能力的无人机。但是首飞成功之后呢，往往长时间没有下文。那不是遇到了技术上的问题，就是遇到了经费上的问题，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呢把它搞成功。那么如果技术上不成熟，他也不敢大量装备，因为一旦大量装备，有可能会因为平台技术的问题或者是操纵的问题而造成接二连三的坠毁。不要说印度国产的无人机可靠性不高，它即使是买了以色列的无人机，最终呢也坠毁了好几架。可见在使用方面，它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无人机只有大量的采购、大量的使用，它的技术才有可能不断的成熟，操纵人员的操纵水平才能不断的提升。否则，匆匆忙忙把那些价格昂贵、可靠性又不很高的无人机列装部队，将会对那些操纵人员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摔一架大中型无人机，那个成本也是相当高昂的，动辄几千万美元，这样的一种心理压力，不是一个新手能够承受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印度要想在短时间内大量的装备察打一体无人机，并且能够熟练的运用，这还需要走很长的路。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既然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无人机领域存在着10年的差距，怎么来弥补？那么一旦双方在近期发生武装冲突，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它会不会改变未来一段时间印巴之间战争或者是武装冲突的结果呢？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明确的。而军用无人机，特别是具备攻击能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可以说是目前巴基斯坦在武器装备领域为数不多的对印度军队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方面之一。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